大多数人都把关注点放在血糖上，而忽略了做胰岛素的检测。胰岛素虽然在短时间内能帮助身体降低血糖，但如果长期处于高水平，会引起很多的健康问题，包括了第一，肥胖。你可能不知道，胰岛素是一个储存荷尔蒙，它会促进脂肪合成及储存，且会抑制脂肪分解。因此，胰岛素高的人更容易将热量储存为脂肪，且更难燃烧脂肪。所以，高胰岛素等于易胖体质，尤其是腰围变粗和腹部肥胖。有很多朋友很纳闷，明明没有吃很多，为什么体重就是降不下来呢？就是可能他们有少吃多餐的习惯，每吃一次，血糖和胰岛素都会升上来一次，导致体重下不去。重点是，即使有做饮食控制和运动，如果胰岛素水平不降下来，体重也很难下降。第二，脂肪肝。胰岛素不仅是促进身体储存糖分的激素，也是一个强力的脂肪合成激素。在胰岛素的影响之下，肝脏会把体内多余的葡萄糖转化为脂肪，这些脂肪会累积在肝脏，可能发展成脂肪肝、肝脏发炎，甚至肝硬化。第三，心血管疾病。高胰岛素环境会促进慢性低度发炎，导致血管内壁受损，增加胆固醇堆积于血管壁，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提高冠心病和中风等风险。第四，内分泌与荷尔蒙失调。在女性中，高胰岛素会刺激卵巢分泌过多的雄激素，导致月经不规律、不孕及多囊卵巢综合症。男性则会导致睾酮下降、性欲减退。第五，癌症风险增加。胰岛素是生长激素的一种，会促进细胞分裂和增生。高胰岛素可能会提高某些癌症，如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前列腺癌、肝癌、子宫内膜癌、肾癌、卵巢癌等的风险。第六，大脑功能下降。胰岛素过高会促进身体和大脑的慢性低度发炎。研究发现，炎症因子会破坏血脑屏障，损害神经元，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症状。除此之外，胰岛素会抑制胰岛素降解酶，这个酶也负责清除大脑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当胰岛素降解酶忙于处理过多的胰岛素时，贝塔淀粉样蛋白会在脑中堆积，增加阿兹海默或失智症的风险。第七，水肿和高血压。胰岛素在肾脏中的作用之一是促进肾小管重新吸收钠离子。当钠滞留在体内时，就会导致更多的水分保留，因为水分会跟随钠滞留在体内，造成水肿。因此，胰岛素升高导致钠不容易排出，使到水分也跟着累积，会出现下肢肿胀、手脚浮肿、眼脸浮肿等情况。有时体重快速上升并不是脂肪增加，而是水分滞留的问题。除此之外，胰岛素引起的钠的重吸收和水的滞留，也会增加血容量，进而升高血压。因此，有很多人他们已经吃得很少盐、很清淡，但是血压却降不下来，就是因为体内高胰岛素引起的状况。第八，睡眠问题。胰岛素过高会干扰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可能导致入睡困难或睡眠质量差。许多睡不好的人不知道，其实背后真正的元凶可能是胰岛素过高的原因，特别是晚餐或宵夜摄取大量碳水，引发胰岛素高峰，会抑制褪黑激素，导致失眠或浅眠。除此之外，高胰岛素也会过度降低血糖。如果半夜血糖过低，身体会释放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导致我们突然惊醒、心悸和产生焦虑感。有些人总是在凌晨2到4点时醒来，就是这个机制在作祟。
第9，皮肤问题。高胰岛素会引起多种皮肤问题，而且皮肤常常是最早发出胰岛素过高警讯的部位之一。许多人一开始以为是单纯的皮肤病，实际上背后可能隐藏着胰岛素阻抗或代谢失调的问题。比如，有些人会出现黑棘皮症的症状，皮肤会发黑和变厚，常见于颈部、腋下、大腿内侧、指关节等等，看起来像脏污，其实是皮肤角质化过度与色素沉着。原因是高胰岛素会刺激表皮生长因子，使皮肤变厚和发黑，这是胰岛素阻抗最典型的皮肤表现。还有就是皮肤标签会变多，皮肤标签又称为软垂疣，常见在颈部和腋下，与高胰岛素密切相关。高胰岛素会刺激皮肤生长，导致这些小肉粒增多。总结一句话，高胰岛素本身可能没有直接的症状，但它是很多重大健康问题的幕后黑手，或者说是一个隐性杀手，因此值得高度关注。很多人验了血糖发现在正常范围就变得轻忽，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的身体已经出现胰岛素阻抗的情况，不及时干预就会发展成2型糖尿病，也会引起其他的健康问题。那么要如何预防与胰岛素相关的这些健康问题呢？就是把胰岛素纳入常规的血检当中，正常的空腹胰岛素在每毫升3至15个单位的范围之内。通过血检取得血糖和胰岛素的数据，代入公式可以计算 HOMA-IR 胰岛素阻抗指数。图表中显示 HOMA-IR 低于 1.5 属于没有胰岛素阻抗，超过 1.5 属于轻度胰岛素阻抗，如果超过 2.0 则属于重度胰岛素阻抗。比如我的情况，我1年当中大多数的时候都在执行1天1餐断食。我近期的血检，空腹血糖是83，空腹胰岛素是 3.3， 代入公式计算到的 HOMA-IR 是 0.68， 属于非常理想的状态。而我的一位家人属于肥胖的状态，偶尔有断食的习惯。近期的血检，空腹血糖是90，空腹胰岛素是 9.5， 代入公式计算到的 HOMA-IR 是 2.1， 已经在重度胰岛素阻抗的范围。可以看到，虽然他的空腹血糖和空腹胰岛素都在正常范围，通过 HOMA-IR 计算才发现，其实他已经是在重度胰岛素阻抗的范围。由此可见，偶尔断食可以达到的效果并不足够，而是要增加断食的频率，到足以把体重瘦下来和把胰岛素水平降下来的程度，更能确保身体健康。如果经过检测有发现胰岛素水平过高或胰岛素阻抗的情况，最好及时采取措施，降低胰岛素水平，来避免与胰岛素相关的这些健康问题。以下是一些有效的方法。第一，间歇性断食。常见的方法如168、186或1天1餐断食等等，把1天之内进食的频率降低，胰岛素不再反复被刺激，能有效降低胰岛素基础水平，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第二，避免频繁进食或零食文化，每吃1次东西，胰岛素就会上升1次，避免1天吃5至6次。有些人实践间歇性断食，但是效果不好，因为他们空腹期间还会吃一些小零食或喝一些含糖饮料，这些食物都会导致胰岛素上升，影响断食的效果。空腹期间只喝水，效果最好。第三，运动。运动项目比如重量训练、肌肉训练等，能增加肌肉量，有助于肌肉自然地吸收葡萄糖，而非依赖胰岛素，有效减少体内胰岛素的水平。还有就是养成饭后散步10至30分钟的习惯。饭后轻度运动能帮助血糖进入细胞，同样也能减少胰岛素的需求。第四，压力管理。长期压力会提高胰岛素，因为压力会导致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升高，进而导致血糖及胰岛素升高。有效的减压方法包括了冥想、深呼吸、瑜伽、泡澡、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
还有现在很多糖尿病患者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就是很多关于糖尿病的治疗方案都是通过服药或胰岛素注射提高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是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案，因为增加胰岛素短期能降血糖，但长期会形成胰岛素阻抗，再多的胰岛素也不能有效地降低血糖。除此之外，胰岛素本身如果体内浓度太高，也会造成其他的健康问题。而且增加胰岛素不是真正的降低体内的糖分，而是把糖分从血液转移到细胞里，时间久了，细胞已经饱和了，容不下更多的血糖，就会形成胰岛素阻抗。再多的胰岛素也不能有效地降低血糖，所以大多数患者面临的问题是要不断地增加药的剂量，甚至直接注射胰岛素都无法把血糖降下来。因此要解决血糖的问题，不是用更多的胰岛素，而是通过断食消耗掉多余的血糖。随着血糖的降低，胰岛素也会跟着降低，因此断食才是能从根本上同时降低血糖和胰岛素的方法。参考 Dr. Jason Fung 的 Diabetes Code 这本书，有更详细的讲解，并且可以看到很多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案例都能通过断食得到逆转。对没有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的朋友来说，断食是预防糖尿病非常有效的方法。对于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来说，则需要更谨慎，需要配合医师的咨询之下断食更为安全。总的来说，断食对我们的血糖和胰岛素水平有相当积极的影响。配合均衡饮食、充足的水分摄入、适度的锻炼、充足的睡眠，有效地缓解精神压力和定期的健康检查，效果会更好。不过，尽管断食有很多潜在的益处，但开始断食前要持谨慎态度，特别是有慢性疾病、严重疾病或其他健康问题的朋友，在考虑断食之前，应咨询医生，并且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慢慢增加空腹时间，让身体适应。详细的断食方法可以参考这个视频。如果您通过断食健康有得到改善的话，欢迎您留言分享，或到频道的社区页面参加问卷调查，分享您的经验。您的分享必定能够帮助到很多对断食有兴趣的朋友们。如果您是断食新手，想了解更多，也欢迎到社区页面看看网友们关于断食的经验分享。